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是来更新 KVK 的报名情况了。我知道有很多玩家都很在意这件事情，而且终于93也是报名了 KVK， 所以就专门做了这个影片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一些王国报名，有哪一些没有报名，或者是有哪一些王国选择了其他的地图。那先说一下960的情况，其实960一直以来都有报名 KVK 的，不是第一次，而是前面已经有报名过3次 KVK， 但是3次都匹配失败。距离报名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上一次吧，1606在报名 KVK 的时候，但是在报名的最后一刻呢，1606他们是选择了其他的地图。那其实960后来是有补报名了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匹配成功。那么这一次960报名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93在这之前呢是没有报名过 KVK 的，他们这一次也算是强制报名了吧，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可以报名了。那我们先说一下现在的情况，960是报名了英雄战歌，然后这个是960的分线报名战力，总共是有368亿的战力。然后我看到93那个比较神奇一点，1093也是报名英雄战歌，这个是他们的分线报名战力。这一次他们的战力就没有像以往这么高，反而是跟960比较接近了。在以往我有看过他们有600亿、有400亿、500亿，这一次变成300多亿。但是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，它的第2条路线、第3条路线战力也算是蛮高的，都有200多亿、180亿左右。我认为93他们这样子的做法是为了要让自己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提高，所以他们把一些战力分去其他的路线，又或者是有一些玩家可能他们想要休息，因为在上一场 KVK 呢，确实他们耗损比较大一点。毕竟各位也知道啦，在那一场 KVK 里面93几乎每个敌人都有打过了，而且他们的王国大多数还是 F2P 玩家啦，所以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休养，去到其他的路线匹配到一些战力可能比较低的。而且说实话，如果他们把全部战力集中在一条路线的话，那他们匹配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，那他们之后进入到地图要如何跟其他的王国合作呢？他们会不会只是在一个阵营里面，他们需要一个王国打3个王国？那虽然这边1093的战力是跟960蛮接近的，但实际上我点开他们的报名人数来看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报名了2个联盟的人，而且人数还蛮多的。960的人数是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比较起之前跟2605、1093、960还有其他3个阵营的那一场 KVK 来做比较呢，确实是好很多了。因为在那一场 KVK 1093他们是拥有4个联盟的，那960打不过4个联盟是很正常的。那希望这一次他们的人数还有战力方面没有差距这么大的话，希望可以有机会报仇成功啦。但前提还是需要这2个王国能够匹配成功在同一个地图才可以。那么除了960还有1093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先锋王国报名呢？就比方说1875啊、2489啊、1365等等。那其实1365是有报名 KVK 的，但是有一个但是，你们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了。在报名界面刚推出的时候，其实1365他们是报名了英雄战歌，就连88都有发布贴文。原本大家都以为365他们又想要跟93还有960再一次战斗，没有想到在报名结束的那一刻，他们换了地图，选择了神机妙策，而不是打英雄战歌。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分线的战力，假设说他们是报名英雄战歌的话，其实他这个战力是刚刚好可以跟93还有960差不多的，并且365把玩家的战力分摊掉，变成2个路线之后，匹配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。这就要看官方能不能帮他们找到匹配地图了。因为神级妙策要匹配成功呢，也没有这么简单了，它有分等级，有 S、A、B、C、D。不过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假设说365他们没有办法匹配成功，要后面补报名的时候，有可能他们会报名英雄战歌，又或者是他们可以选择不报名。下一个王国1875他们是没有选择报名这一次的 KVK 的，这个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们上一次 KVK 就是跟2489在皇庭打了很多天，虽然他们消耗的记录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在那一场 KVK 里面他们也是耗损了不少，所以1875他们应该会选择到强制报名的时候才去报名吧。那么同样的2489也是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， 也就等于说如果他们下一次报名的话，有很大可能跟875又在同一个地图里面。难道他们下一次又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？难道1875可以有机会报仇成功吗？那除了2489和1875之外，还有包括2748也是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。
所以也有可能278也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。那有报名的王国有包括100也是报名英雄战歌，所以有机会可以碰面960或者是93。不过他们主要的战力都是集合在第2条路线，这边有271的战力。我是觉得说，假设官方系统他们是配了一个 A 等级的王国给118的话，也是有可能会出现在93、960的地图里面。那么我手头上收集到的资料只有这么多，因为你现在要看哪一个王国有没有报名 KVK 呢？你必须要有一个25等级的账号在那个王国才可以看到。那么我手头上有25等级的账号就只有这么多而已。原本我还以为1846我可以看到，我没有想到我过去看的时候我的账号只有23等级。同样的1002也是一样。那么1002有没有报名 KVK？ 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不会太在乎啦，比较在乎是1846。我也是很好奇1846他们这一次有没有报名，又或者是他们报名哪一个地图。如果你有账号在1846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那么这一次如果960跟93匹配在同一个地图里面的话，这一次应该是960跟93第4次遇到了。第一次就是抗韩大战，960跟93携手合作打败1365、1534还有1175 3个韩国王国。第2次遇到的时候就是960、2605、1093的那一张地图大乱斗。第3次就是2489跟960合作携手打败1093。第4次就是上次2377的那一张地图，960跟1093再次合作打败2377、1365、1606还有2975。那假设说这一次没有其他强大的先锋王国在同一张地图里面的话，大概率就是1093会跟960决斗。那当然我觉得不会单纯只有这2个王国而已，应该还会有包括118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强的 A 王国，所以大概率应该会变成2v2的地图，又或者是1v1、1v1这样子。但也因为他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就是英雄战歌的关系，所以 KVK 的刺激程度应该不会这么夸张啊，就只有关卡4、温泉、关卡7还有皇庭有战斗而已。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地图会比较公平一点啊，毕竟是4等份分开。而且选到后期战斗的话，其实也是对93有比较大的优势啊，他们可以慢慢发育，等到关卡7或者是皇庭的时候再全力以赴。到时候应该会跟960的玩家水晶科技差距会拉得比较近一点，再加上他们那个地图是有新版的水晶科技的，所以对于93发育来说应该会快一点。不过还是那个重点啊，官方必须要让他们匹配成功才可以，假设没有匹配成功的话，我前面所讲的一切呢全部都是废话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。最后如果你们有看到哪一些先锋王国或者是 A 等级王国也有报名某一些地图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